好，各位朋友，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我是三亮道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那紧接着上一期的视频，我们来说一说生肖龙在2025年乙巳蛇年，那么属龙的人的运势。在这一年呢，属龙的运势它会充满了挑战和生机。乙巳五行本身是属火，属龙的人五行为土，火是可以生土的，五行它是相生的关系，不是相克的关系。那这就意味着这一年将为属龙的人带来不少积极的发展机会，特别呢是财运和事业方面。那属龙的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良好的回报。不过呢，这一年呢，它也会有凶星可能对属龙的人生活带来波动，所以属龙的人需要在多个方面保持谨慎，以确保顺利的度过这一年。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在财运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那在2025年，它的整体的这个财运整体上会比较顺利。五行火生土相生关系，为属龙的人这一年会带来稳定的财富增长的机会，特别是在投资和事业扩展方面，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机遇获得不错的财务回报。首先它有两个吉星，第一个呢是天德星和福星，这两个吉星会为这个财务上带来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投资合作和大额的项目当中这个龙属相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从而推动财运上的上升。那另外呢，还有个吉星是福勋福勋星代表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获得回报。那么在未来的2025年，可以通过稳健的财务规划和务实的投资来增加财富的积累。对于从事商业活动这方面的人来讲呢，这一年适合拓展业务和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在上半年，属龙的人的财务将表现尤其是比较强劲的。不过呢，它有两个凶星，凶星、劫煞星和天恶星的影响，可能会对这个属龙的人带来一些意外的财务波动。那这一年要特别的小心高风险的投资和波动性的消费在某些这个月份可能会出现突如其来的财务压力。为什么？因为这一年属龙的人也犯太岁。我们大家都知道，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那这一年的太岁是谁的？无随大将军。因为每一年将有一位历史上的大将军来执掌天下大事，一共是60位，所以又称60华甲。就这60年60位这个历史上大将军。去年呢，甲辰年是李成大将军这个25年乙巳年呢是无随大将军执掌天下大事。那所有犯太岁的就没有这个特别顺的，因为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尽量我们在犯太岁的年份这个去拜一拜太岁，否则的话呢，轻者犯小人破财，重的
血光之灾，甚至有的厉害的可能会要挂掉。所以说呢，属龙的这一年要特别的小心，高风险的这种投资冲动性的消费还是要谨慎一些啊。最起码在财务上，我们保证不要这个有啥特别大的损失。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月份呢，会有突如其来的财务的压力，导致不得不面对一些资金周转的问题。所以这个建议这一年呢，要保持稳健的财务策略，避免进行过于冒险的投资。好，各位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正在给大家解析12个生肖在2025年的运程当中，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好，我们继续。2025年财运最吉利的月份是农历的2月份、5月份和9月份。这几个月吉星的能量是最为强大的，最为强大的。所以在财务决策上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贵人帮助。尤其是投资合作项目上，那有机会能够实现财务增长。这段时间呢，适合进行长期投资规划或者说是资产的管理。那属龙人可以利用这些吉利的月份，为未来的这个财务布局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以后这个财务我们所说的财务自由能够更有利一些。它有凶险的月份，主要是集中在农历的4月、7月、11月这几个月份的凶星、劫煞星会带来突如其来的财务的压力和意外的支出。属龙人在这些月份需要保持谨慎，避免参与高风险的投资项目，特别是不要轻易进行大额消费或者贷款，以免陷入财务的困境。建议属龙的人在这些凶险月份里边保持资金流动的稳定性，以备应对突发的这种情况。好，有网友问了，道长，你在直播中多次提到各个属相吉星、凶星，那吉星、凶星都有哪些？会对各个这个属相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举个例子说明。行这个我就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吉星、凶星，它是正反两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吉星一般都是你比如说天喜星红鸾星这个就是对你比较有利的这个星。我们所说的这个星，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天上的星星，只不过我们起的名字不一样。那在八字里边又是一些这个它所相对应的这个天干地支。你比如说有的八字里边它出现了太极贵人、天乙贵人这都是吉利的太乙贵人、天乙贵人、文殊贵人、文昌贵人这都是对你的命格命局是很有利的。那凶星的话，那比如说王神劫煞还有这个披麻这都是对这个人的这个八字这都是不好的。也就是说，对你这个在这个运势它会带来一些
这样那样的不好的情况。那你像这在2025年，那你属猪的、属蛇的还有属龙的属虎的，还有属猴的，这5个属相都犯太岁，我们叫什么呢？太岁星，就是犯太岁星。那你犯了太岁星，这几个属相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好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经济财务方面，轻则破财，重的有可能会破大财。人身方面的一些这个人身的安全凶灾这种也有可能会有手术伤灾、血光之灾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最好呢，在立春前、春节前，我们就要做一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找我们正规的道家的道长来做一做这个拜太岁的这个法事，这样呢就会给这个我们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我们继续说，在事业方面，属龙的人，他将会有很多的发展的机会，因为五行火生土相生关系那他的事业会带来稳定的发展动力，尤其呢是需要创新和扩展业务时候，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魅力才能够实现事业上的突破。因为有吉星的这个禄勋和天德加持，那意味着属龙的人在职场中容易获得上级和同事的支持，特别呢是在团队的合作或者跨部门的项目中，那属龙的人将展现出出色的这种领导的能力和协调能力，从而推动事业的发展。还有天德吉星的出现，天德吉星的出现呢，在职场中，他的这个贵人运能够提供了保障，所以说呢，在工作当中容易得到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在处理复杂项目或者是重要的决策时，能够通过团队的力量实现事业上的成功。禄勋呢，则象征着这个通过努力获得事业上的回报，有望能够获得升职和加薪的这种机会，尤其呢是在涉及管理技术或者创新这方面的行业会表现突出的这个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业和发展的机会它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掉它这个2个凶星的存在，第一个呢是指背煞，第二个呢是天恶。天恶星它也可能会在某些方面给这个事业上会带来阻碍。你像指背煞凶星，容易让这个属龙的人在职场上感到孤立，特别是团队的合作当中，可能会呢因意见不合或者是沟通不畅出现一些矛盾。此外呢，这个天恶凶星它影响可能会带来职场中这个突发的这种变动面对这些变动呢，需要保持这个冷静避免因情绪波动影响工作表现。那属龙的人在事业方面他有吉利的月份还是比较顺的。你比如说在农历的3月、6月和10月这几个月份，吉星的力量是比较强大。属龙的人呢，在工作当中能够表现出色，尤其呢是跨部门合作或者是涉及创新项目的时候，有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个适合这个在这个上面呢获得这个上司的认可和同事的认可。所以说这段时间呢，积极的能够争取，也许还会有晋升的机会
啊，或者参与重要的项目。那在事业上，它也有这个凶的几个月份啊，你比如说农历的4月、8月、11月，那这几个月份是比较凶的。有的朋友会说，这只有这个属龙的这几个月份会凶吗？那还有属兔的月份，我们前面上一次我们讲的属兔的啊，这个属鼠的啊，还有这个属羊的和属狗的，那这几个月份也要注意，因为这个月份呢有这个凶星指背煞和天恶星啊，这两个星的存在呢，会对这个在职场上表现出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个和同事啊或者上级的沟通当中，容易因为意见分歧而导致工作进展不顺利。所以建议在这些凶险的月份保持耐心和冷静，啊，避免因情绪波动或者沟通不畅影响整体的工作进程。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啊，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我们再说说感情方面吧，感情方面。这个这个运势啊，会受到这个火生土这种相生的积极影响，整体上呢较为稳定和顺利，因为它有吉星、红鸾星和天喜星的存在，啊，所以说在感情生活会带来较多的积极的因素，特别的是单身属龙的人，有望会通过这个社交活动啊，或者是朋友介绍啊，结识理想的伴侣，因为有吉星天喜星，因为它象征着感情中的这个喜事，已婚或者是已有伴侣属龙的人，在这一年，他的感情生活会比较和顺。特别的是在共同规划未来或者是迎接家庭新成员时，感情这个方面呢，会更加的融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凶星的孤辰星和天狗星这两个凶星，它有好就有坏，好的呢是天喜星，坏的呢是天狗星，这就可能会给这个感情生活带来一些波动，尤其是在伴侣关系当中，他容易因为外界的压力或工作中的这种困扰，忽略伴侣的这种需求。导致感情出现冷淡或者紧张的局面，所以天狗星还可能引发一些这个情感上的摩擦，特别是在感情生活当中沟通不畅的时候，引发一些这个误解和争执。所以有吉有凶，那么吉利的月份呢，一般是在农历的2月份、4月份和8月份。那这几个吉星能量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单身的人在这些月份呢，会遇到合适的对象，特别是通过朋友介绍或者社交活动，那属龙的人有望结识理想的伴侣对自己这个已有伴侣的人来说，那这几个月的感情生活也是比较顺利的，适合与这个伴侣共同制定未来的家庭计划。那不好的月份呢，是集中在农历的7月、9月和11月，这些月份因为有凶星天狗孤辰，会影响比较明显，所以属龙的人在感情中容易因为小事儿在这几个月和伴侣会发生一些争执，特别的是在情绪波动较大的时候，感情容易出现裂痕，所以建议在这比较凶的这几个月，这个多关注伴侣的情感需求，避免这个因为沟通不畅而引发不必要的这个矛盾。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正在直播12生肖，在
2025年这个中间的这个整一年的运势。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比如问事业、财运这个健康、感情、风水这个等等，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呢查看并免费的解答您的问题。好，谢谢，我们继续。那在健康运势方面健康运势方面呢，我们这一年呢需要特别的关注。因为尽管它五行火生土相生关系会带来部分的积极能量，但是火旺之年也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特别呢是在情绪和压力方面所以这容易出现焦虑、失眠的问题。那又因为这个有天德星吉星方面的这种关照，所以呢在健康方面这个会提供一些这个照拂关照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恢复和调理。所以说呢，这个感谢呀，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感谢有贵人的相助。在命理里边呢，有这个吉星的这种照拂，我们才会顺利。但是呢，它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还有那么凶星，时不时的也会光顾。这凶星是什么呢？天恶凶和这个劫煞星，这两个星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隐患，尤其是呢是在意外这个伤害和慢性疾病方面，在这一年需要格外的小心建议属龙的人在这一年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的劳累和因为情绪问题而影响健康。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非常规律的一个作息的习惯不要熬夜一旦熬夜了，过了子时，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生活这个不太规律一到晚上可能会玩手机玩的时间很长，或者看电视、电影、打游戏影响了这个晚上就是睡得特别的晚有的可能是1、2点才睡觉。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错过了子时的休息时间，尤其是对肾是不好，因为肾它是这个在子时的时候它需要好好的休养生息人体中医里边讲这个心肝脾肺肾，而肾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中医认为呢，这个肾是生命之源，没有这个肾的动力，人就没有了这个精气神，没有了精气神，从而就会影响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肾中医动不动可能就要你这个补肾这个有的阳虚，有的阴虚说这个肾虚需要补一补，尤其是男士男士过了中年以后这个就会因为身体机能的原因呢这个肾气就会慢慢的不足那最好的补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休息。道家练功也是，为什么陈抟老祖呢？他这个创造了这个睡功陈抟老祖一睡800年创造了睡功。这个睡觉是对人这个补充能量和休息最好的功法。所以晚上我们这个最好这个到11点就休息，不要熬夜，熬夜了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属龙的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不要过度的疲劳此外呢，在一个这个出外旅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特别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以防意外的发生。那在健康方面呢，它吉利的月份也有好几个，5月、9月、12月这几个月对健康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在吉星的这种庇护下，能够通过锻炼和健康的饮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以避免疾病的发生。有好的月份，也有坏的月份。不好的月份呢，就是4月、6月、7月这几个属相，容易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或者生活节奏紧张而感到身体的疲劳。特别呢是在长时间加班或者生活不规律的情况下，健康可能会出现下滑的这种情况。所以要建议属龙的人在这些这种不好的月份，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避免这个过度的这个疲劳和情绪上的这种波动。好，说了这么多，我们总结一下吧。那乙巳蛇年这个属龙的人，他的五行火是属生土的这种相生的关系，整体的他的运势还是比较好的吉星因为有吉星、天德星、福德星这个禄孙星在事业和财运上会带来不少的发展机会，特别呢是在投资、工作和团队的合作方面属龙的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良好的回报。不过呢，凶星劫煞天恶和指背煞这几个星呢，它的干扰也会对生活带来一些波动，尤其是在财务管理和健康方面，需要保持谨慎通过合理规划和冷静的应对将能够在2025年化解不利的因素带来更多的好运。当然呢最好照我们这个道家这个在这个道观里面呢为您做这个化解太岁的祈福法事。我们也可以这个还阴债法事补财库，财运不好了补财库的法事，这样你的财运会很好。那还阴债呢，也会这个化解一些小人这方面不好的因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可能有刚进入直播间的，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解析12个生肖在2025年这个中的这个运势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有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讲一讲生肖蛇，属蛇的，在2025年乙巳年对这个属蛇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为什么特殊？因为这一年属蛇人是值太岁的年份。值太岁就意味着属蛇人在这一年中整体的运势就会有非常大的波动，既有不少的机遇，同时呢也要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因为五行属火的乙巳年与属蛇的人五行这个属火是火性相同的这种图属火的局面会使得这个属蛇生肖的人的能量被激发但也可能会导致的过度的火气引发情绪波动或者压力增大。所谓的这个值太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犯太岁的年份。比如说你属鼠的，到了鼠年，它是值太岁，同时也是犯太岁最厉害的。
啊，同时犯太岁也是非常厉害。你比如说，这马上就要过去的龙，属龙年，那龙它这个在龙年也是犯太岁，同时它也是值太岁，也是犯太岁最厉害的年份。那尤其是2025年啊，它这个有这个犯太岁的有几个属相，比如说和它对冲的年属猪的，属猪的也是犯太岁很厉害的，仅次于这个属蛇犯太岁的这个情况。还有属虎的、属龙的，啊，这个属猴的，啊，这几个属相，在25年都是犯太岁，啊，都是犯太岁的。好，刚才有网友问啊，本命年犯太岁，非要做这个法事化解吗？民间传说啊，穿红色的内衣有什么方法？有用吗？就穿红色内衣，它有用没有用？好，给大家讲解一下啊。本命年犯太岁，最好是要做这个道家的这个化解拜太岁的法事。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因为乙巳年太岁无随大将军，他掌管天下大事，所有的人事物都得要听他的。你如果不听他的，那肯定你想想，他不会给你好果子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拜太岁？我们有句话叫“背靠大树好乘凉”。啊，你在太阳底下，你非得不依靠大树，啊，站在太阳底下，那只有你自己受罪了。所以我们要做事儿也好，还是做这个当官的啊，都要跟对人，做对事儿。你在公司里边上班也好，那你肯定这个要听领导的这个工作布置安排啊，领导让你往东，你非得往西，那这不就是捣乱吗？那领导肯定也不怎么待见你，啊，也不喜欢你。即便你是中层领导，你底下的这个员工，他也不会喜欢你，跟着你瞎跑，最后钱也没得到，还挨领导的批评。这就是犯太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拜太岁？拜太岁就是领导我跟着你混，啊，多多的照顾我，他就不会给你穿小鞋。所以我们在犯太岁的这个年份里边，啊，尽量的要做拜太岁的法事，啊，做我们道家正规的拜太岁的法事。还有这个穿红色的衣服内衣，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个在犯太岁的这个年份里边，我们尽量的里外都穿红色的内衣，红色的裤头，啊，袜子，甚至或者红色的大衣，冬天可以穿红色大衣，啊，夏天呢也可以穿个 T 恤、背心儿，都要红色的最好了。这也是有用的啊！看来这位这个网友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传统生活的经验，啊，你是很棒的。好，我们继续再讲，啊，那值太岁它带来的影响不仅呢是体现在个人情绪和生活当中的，还可能影响到这个人的在事业、财运、感情和健康等等方面都会出问题。因此呢，属蛇的在25年这一年要保持这个警惕，合理的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呢要抓住机遇，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突破。那在财运方面，
它会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由于犯太岁的影响，财运波动也会很大，需要在这一年谨慎的理财，避免冒进。尽管五行火的这个属蛇的人，五行是相同的，也是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这个他的自信心和决策能力，但也会导致在投资或者是财务规划上过于激进，容易这个忽略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尤其是在这个你不熟悉的行业，或者是这个股票、基金、期货，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再小心。但是好在呢，有这个吉星、天德星和福德星的这个关照，财运方面呢，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他在与贵人合作或者团队合作的这种项目当中，会有机会得到额外的收入，特别的是在与他人合作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稳健的这种财务策略获得不错的回报。那值太岁呢，会让这个财运会有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增加，这种可能性。因此呢，就是大额，尤其是大额的投资或者财务规划上面，一定要保持理性的谨慎。有凶星的有吉星的关照，同时也会有这个凶星的这种降临。那劫煞星和天恶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财务上的这个挑战，特别呢是突如其来的一些意外的开支，或者是财务的损失，所以需要我们格外的这个小心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刚才我讲了，高风险高回报的，你像这个期货这个基金股票避免在短期内进行过多冒险的行为。所以说建议在这一年保持稳健的财务管理避免因为情绪的波动、一时冲动而导致这个资金的流失。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12生肖2025年这个运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比如事业、财运身体健康、感情、风水等等都可以想有问题的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查看并免费的解答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继续说这个财运有吉星的月份是在呢这个农历的2月、5月和9月这几个月份。这几个月份呢，吉星的影响会比较强烈一些。那么财务的决策上容易获得贵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涉及投资、合作项目时，有望有稳定的这个回报和增加财务的收入。这段时间呢，这个适合进行长期的财务规划和投资布局，对未来的财务增长奠定这个很好的基础。那不好的月份在哪里呢？农历的4月、7月和11月，因为值太岁的影响，在这些月份呢会比较明显，凶星劫煞它就会趁势而出，导致意外的这个财务的实力或者投资的失误，特别是在处理大额资金时，一定要保持谨慎，避免呢过于激进和财务这方面的决策。建议属蛇的这人一定要做一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化解这个凶星这个劫煞的这种威胁。他就会在这些月份呢采取的保护你的这种吉星的这种照拂，这样呢就会确保资金的流动性，以应对突发的这种状况
好，下面还有几个网友的提问，这个我要重点的讲一下吧。刚才我这个多次讲到这个蛇年属蛇的本命年会犯太岁，你看这边就已经有好多网友在问，蛇年属蛇的犯太岁有什么样的破解的方法？另外呢，除了蛇年这个属蛇的犯太岁，这个其实还有其他属相也会在蛇年犯太岁，网友们得注意了。那我举例子2025年这一年犯太岁的属相还是有好几个。第一个就是属蛇的，这是犯太岁最厉害的。就我们现在正在说这个属蛇的，因为它是值太岁，同时又是犯太岁最厉害的一个属相。第二个就是说对冲的这个冲蛇的猪，属猪的这一年也是犯太岁很厉害的，因为它犯冲。那什么是犯太岁？犯太岁就是我们所说的12地支、12个生肖，它这个形成了刑冲迫害。刑冲克害，它就造成了犯太岁。那蛇年它对冲的就是猪，还有这个属虎的，属虎的是寅巳相刑，就是刑太岁。还有属龙的害太岁，同样属猴的也是犯太岁，尤其是这几个属相。犯太岁是非常厉害的，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那一犯了太岁，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轻则是犯小人破财，重则血光伤灾，或者有手术伤灾，再重的呢，可能就会挂掉。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个把这个看得不当回事儿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看得重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太岁不能小看。我曾经这个有一个客户他就告诉我他这个是属龙的，去年吧。这算是还没有过完，他是属龙的。属龙的本身在甲辰年犯太岁很厉害，他提前去年就这个我给他做了拜太岁的法事，然后前一段告诉我，哎呀，他说感谢大师，你真是这个我做了这个拜太岁，今年感觉特别的顺。他说我那些同事们还有同学们，整天的抱怨这个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这个出了好多事儿，有的甚至动手术住院。这个时候他真的亲身体会到，感觉到这个做拜太岁确实对他有很好的这种这个化解的作用。因为他的很多朋友、同事、这个同学都是和他一个属相的嘛，一个属相，他们也不懂得怎么去做这个法事，这个也就没有做。但是呢，岂不是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尤其是值太岁这个年份的这个犯太岁，那很厉害的。他这位女士，她还说她还有2个同学今年离婚了还。所以说，他觉得今年这做一做真的感觉不错，挺顺的那一次又给我介绍了好几个朋友，让给他们做这个法事，给他们又做了做还阴债补财库的法事。这就是他们体会到做法事的这个重要性和这个效果，他会自然而然的会给你介绍很多朋友的。当然，我们这一行也是为众生祈福攘灾这个也能够拯救很多人的
好，我们继续再说，在这个事业方面呢，这个运势呢波动比较大，由于值太岁的这个影响，属蛇的人在工作当中容易感受到较大的压力，特别呢是在面对复杂的工作任务或者是团队合作时，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阻碍。尽管五行属火的乙巳蛇年激发了属蛇的能量和他的这种工作的动力，但这种过于旺盛的火气也容易导致压力过大，出现焦虑的情绪，影响工作的效率。但是它有2个吉星，比如说这个禄勋星和天德星的加持，它会在事业上给它带来一定的助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贵人的相助，有望在职场中取得这个突破，特别的是在创新项目和技术领域，能够出色的这个展现出他的领导能力和专业的技能。不过呢，值太岁还是犯太岁这个影响对属蛇的人在职场上面临更多的挑战，尤其是在与同事或者是上司的沟通当中，容易因意见分歧而产生矛盾。所以这个凶星指背煞、天恶煞它会导致这个在职场中遇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在团队的合作当中，要特别的注意同事的沟通，避免情绪上不稳，影响整体的工作氛围。因为值太岁也可能让这个属蛇的人感到职场中的这个孤立感，建议这一年要加强与同事和上级的沟通，避免因误解沟通不畅而影响工作这种进展。那它吉利的月份一般会在哪个时间段呢？就是3月、6月和10月，这3个月会迎来最吉利的月份。这些月份呢，因为有这个吉星、禄勋星的这个能量的加持，所以在工作当中呢，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涉及到创新项目、业务拓展、团队合作。所以通过他这个努力，会获得上司的认可和支持。这段时间呢，适合积极争取升职机会或者参与重要的项目的计划。那也有不利的月份，那不利的月份是在4月、8月、10月，这些月份凶星指背煞和天恶煞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一些阻碍或者突发的这种变故，特别是呢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当中，团队合作的时候，容易因为沟通不畅或者沟通误解，导致工作的这种进展受阻。所以说呢，在这些凶星的月份，要保持冷静和耐心，避免因情绪波动影响整体的工作表现。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有刚进入直播间的，我是三亮道人现在正在给大家解析12生肖在乙巳年当中的这个运程，帮助你呢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有问题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在感情方面25年呢，这个感情生活来说呢，它是一个波动较大的年份。由于这个犯太岁的影响，他在感情生活当中容易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绪，特别是在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与伴侣的关系。吉星、红鸾星和天喜星的出现，它会给感情生活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对单身的这个属蛇的人来讲，有机会呢在这一年通过这个社交活动或者是朋友介绍结识到理想的伴侣。
但是已婚和已有伴侣的属蛇的这个人呢，那在这一年呢，有机会通过共同规划未来，增进感情关系，但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犯太岁带来情绪波动，可能会导致感情上的摩擦。特别的是在处理生活琐碎的事儿啊，或者说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情绪不稳而与这个伴侣发生争执。所以说，建议这一年呢，要多加关注和伴侣的感受，避免因小事激化矛盾。再一个呢，凶星孤煞星和天狗星，可能呢会对感情影响感情生活，会感到这个情感上的孤独和隔阂，尤其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生活节奏紧张的情况下，容易忽视伴侣这个情感需求，导致感情出现问题。所以说，在这一年应该和伴侣多加以沟通，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感情的稳定。它吉利的月份呢，是在2月、4月和8月这几个月因为这几个月它有吉星、红鸾星、天喜星的这种这个照应，发挥较强的作用，所以说呢，容易在这个月份呢适合去找对象，适合去谈对象，特别是在社交活动当中通过朋友介绍职场中的这种互动有望结识到理想的伴侣对于已婚或者是有伴侣的这人来讲，那这几个月的感情生活是比较和谐的，适合共同制定未来的计划和增进感情。那不好的月份呢，是集中在阴历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农历的7月、9月和11月，这些月份因为有凶星、天狗星和孤辰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呢，容易因为感情波动和工作压力的和伴侣发生争执，特别是沟通不畅的时候，感情容易出现裂痕。建议在这个不好的这个月份多关注伴侣的感受，保持良好的沟通，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好，我们再说说这个感情方面的事儿健康方面的事儿。刚才我们讲了感情方面健康呢，这个因为还是犯太岁的影响，整体需要格外的小心。尽管五行属火，它会带来部分的积极的能量，但是过度的火气还会导致健康的问题，尤其呢是在这个情绪和压力管理方面容易这个过度焦虑和紧张而影响身体的状况。又因为呢吉星、天德星在健康方面为这个属蛇的人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帮助属蛇人面对健康问题能够迅速的恢复。但是呢，凶星、天恶星和劫煞星可能还会对他健康带来一些隐患，特别呢是意外伤害和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所以在25年特别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劳累或者因情绪问题而影响健康。此外呢，就是你外出旅行或者参加冒险活动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还有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以防意外事故发生。所以健康方面呢，它这个比较好的月份，5月份、9月份和12月份这些月份健康方面都会比较稳定特别是吉星的保护下属蛇的人能够通过锻炼和调理身体来增强体质避免疾病的发生。不好的月份呢是农历的4月份、6月份和7月份这几个月容易这个因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紧张而感到身体疲劳，在长时间的加班呢或者生活不规律的情况下呢，健康可能会出现恶化。所以建议在这个不好的这个月份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这个疲劳。
好，我们总结一下，在2025年乙巳蛇年，尤其是对属蛇的人犯太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这个波动会大一些。尽管五行属火带来了部分的这种积极的能量，但是呢，犯太岁它还会引发情绪的波动和压力增加，使属蛇人的这个事业、财运、感情、健康方面面临一定的挑战。吉星、天德星、福星和禄勋星它是为这个事业和财运会提供一些支持帮助这个克服一些难关。但是凶星、劫煞星和天恶星和指背星，它也会存在对属蛇的人呢带来一些不好的这种影响，一定要谨慎的对待，特别是处理财务的时候，财务工作、健康问题，务必要理性、冷静的规划和这种稳健的策略去化解针对2025年的这种挑战迎来更多的成功的好运。那这个方法就是要请我们道家的人给您做一做化解太岁和拜太岁的法事，这样呢，一定你会获得这个很好的这种顺利的这种运势。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正是在直播12个生肖在2025年的这个运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比如事业、财运健康、感情、风水这个想化解什么问题等等，都可以这个加入我们的交流群会及时的查看并免费的回答您的问题。好，谢谢。我们继续接下来再说什么呢？再说一说属马的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属蛇的，那属马的人，他今年犯不犯太岁呢？2025年乙巳年，对于属马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份。乙巳年五行为火，而属马的人五行也是为火。那这种五行相同的局面，是属马的人可以在这一年感受到能量的增加，但同时呢，也会要警惕火气过盛带来情绪的波动和压力。2025年呢，属马的人将会在事业、财运、感情、健康方面较大的波动，因为有吉星的助力帮助属马的人获得一定的好运。但是还有凶星的干扰，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我们先说说这个财运方面，财运方面会表现出明显的波动。在这一年，虽然五行为火，它是同属性的，得到属马人某些月份或者较大的财务的收益，但它同时也会因为火气的过旺带来一些意外的支出或者财务的损失。吉星是什么星一个天德星，还有一个福德星。天德星、福德星在财运方面会给他带来贵人运，尤其是涉及投资、商业合作或者大项目时，属马的人会通过他人的帮助获得额外的财富机会。那禄勋吉星象征着通过努力获得财务的回报。那通过稳健的工作和投资，有望会得到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收入，特别是在已经打下坚实基础的项目当中，会有机会收得稳定的回报。但是它还会有凶星光临，这两个凶星是劫煞星和天恶星的影响。这两个凶星可能会导致你财务上的波动，尤其是意外的开销和投资上的这个失误，可能会让属马的人感受到财务的压力。所以说呢，在处理大额资金或者是投资时，应保持谨慎，避免因为过度乐观而情绪化的这种决策而导致资金的
紧张。此外呢，尽管吉星力量较强，但是在某些月份里边呢，财务仍然会受到波动。所以说，在这一年保持稳健的财务管理，特别是在面对不熟悉的投资领域，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还有网友问，五行属火的属相还有哪些？对于这个火的属性，在财运方面，道长有哪些趋吉避凶的这个破解的方法？五行属火的属相，第一个是属蛇，第二个是属马。五行属火的，这个五行属什么的？就是单纯从地支方面来讲，我给大家讲一讲。属鼠的呢，因为它是子水这五行为水。这个属牛的呢，因为它是丑土，所以它是五行为土。属虎的是五行为木，属兔的也是五行为木，卯木。那属龙的它也是五行为土。我们看一个属相基本上就是这个金木水火两个属相是一样的，五行是一样的。但是呢，还有属土的比较特殊，属土的是4个属相，一个是属牛的五行为土，一个属龙的五行为土，一个是属羊的五行为土，还有一个属狗的五行为土。这4个属相都是五行为土，其他呢都是两个属相五行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属蛇属马的五行为土为火，然后属猴属鸡的五行为金，属猪和属鼠的五行为水。除了那4个属相为土之外，其他的这个五行，一个五行里边是2个属相是一样的。属水的是属猪和属鼠的属水，属木的是属虎和属兔的五行为木，属火的是五行这个为火是属蛇和属马的五行为火。那这些这个在我们这个12地支里边呢，它相对应的这个流年它会形成了什么？刑冲克害。刑冲克害就造成了这个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所以这个每年都会有好几个属相这个犯太岁。它犯太岁的时候，它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这不顺，要不那不顺，所以我们要请道家的道长给我们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你拜了太岁，化解了太岁，你这年才会一帆风顺。好，我们继续讲财运方面。财运方面呢，这个属马的人吉利的月份有农历的2月份、5月份、9月份。那在这些月份呢，吉星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属马的人的财务上决策上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呢在投资合作的项目上，属马的人有望实现得到财务的增长。所以这段时间能够适合进行长期的财务规划和资产管理。属马的人呢，可以利用这些吉利的月份，对未来的财务增长奠定基础。它不好的月份是在4月、7月和11月这几个月，因为有凶星劫煞的影响，导致了属马的人在财务上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支出或者是投资失误，特别是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当中，属马的人应该保持谨慎，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做出错误的财务决策。你比如说股票、基金期货，包括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区块链所谓的区块链就是比如说比特币
啊，这个以太坊啊，就这世界上现在流行了很多这样的这个数字货币。啊，这样避免因为情绪的波动而做出错误的这种财务的这种决策。建议这个在这些不好的月份，去采取保守的这种策略，确保资金的流动和稳定性。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解析12生肖在2025年的运程。帮助您呢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有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好，我们继续在事业方面。事业方面呢，这个运势整体上呢表现出了有积极的这个局面啊。五行火相同，属性为为火的属马的这个在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尤其呢是在创新和业务的拓展方面，会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显著的成就。因为吉星、禄勋星和天德星的加持，意味着在职场中能够获得贵人的加持，特别的是在团队合作和跨部门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展现领导力和管理才能，赢得同事和上级的认可。所以天德吉星呢，它象征着这个贵人运，在职场中呢会遇到帮助自己的人，尤其是在处理复杂这个项目或者是工作的难题时，那能够依靠团队的这个力量实现事业上的突破那还有这个禄勋吉星，它会带来通过努力获得事业回报的这种机会，能够有望获得升职加薪、承担更大的责任的这种机会。特别是在涉及到管理、技术和创新行业的时候呢，这个表现突出，能够获得更多的职业的发展机会。不过呢，这个还有这个凶星凶星这个指背煞和天恶星，这个会给带来一些某些方面事业带来一些这个阻碍，因为这个火旺年份呢，这个属马的容易情绪波动或者是工作压力大，职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团队的合作或者是职场的沟通这个过程当中主要你需要注意同事或者上级的关系避免沟通不畅或者意见分歧而影响了工作的进展。它吉利的月份呢是农历的3月份、6月份、10月份这几个月，因为吉星的力量比较强大，所以呢在工作当中它表现出色尤其是在涉及这个创新项目业务扩展或者是跨部门的合作当中这个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司和同事的这个认可。这段时间呢适合积极的去争取晋升的机会参与更重要的这个项目。那不好的月份呢是在8月、10月和11月，因为这些月份凶星指背煞和这个天恶煞影响比较明显，所以在工作当中呢容易遇到一些阻碍突发的事变特别的是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团队的合作时容易因为这个沟通不畅导致工作的进展受阻。所以说呢，这个凶险的月份要保持冷静耐心避免情绪波动影响整体的工作表现。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我们继续说说感情方面的事儿吧大家都对这个感情这个很看重。那说说属马的人在情感上面这个整体呢在这一年的整体上面
还是比较顺利的。尽管五行为火啊，火盛带来了这个情感上的波动，但是呢，吉星的加持帮助了这个在感情生活中保持较好的这种平衡。啊，单身的人呢，在这一年会有较多的机会，啊，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啊，朋友圈啊，朋友介绍，啊，这个多参加这社交的活动，啊，结识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啊，红鸾星啊和天启星，啊，这个也会在这段时间呢，给你的感情生活当中呢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红鸾星、天启星这都是这个代表了有喜事啊，红鸾星是代表了有桃花啊。那已婚啊，或者说已有伴侣的这个人来讲，在这一年的感情生活是较为和谐的，特别的是在共同规划未来或者是增进家庭生活方面，啊，有望与这个伴侣建立更加稳定的这种关系。但是也需要警惕火气过旺会导致感情的波动，因为这个火过旺啊，这会让人造成这种脾气暴躁，啊，脾气的这种暴躁，情绪的波动，啊，不是不特别好啊，面对生活中的这种琐事儿、烦事儿啊，压力大的时候，容易因为这个小事儿与伴侣发生这种争执，甚至分手的这种状态。那凶星、孤辰星和天狗星还会给感情生活带来很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啊，特别是在情感沟通不畅的时候，啊，控制不对自己情绪管理不佳的这种状态下，啊，容易这个因为情绪波动而造成这种感情的影响，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年应该多关注伴侣的情感需求，保持良好的沟通，避免小事影响了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的稳定。那吉利的月份呢，有这个农历的2月、4月、8月，那这几个月吉星它照辅着，所以说它能量比较旺，啊，单身属马的人呢，容易在这些月份遇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对象，特别是在社交活动当中，朋友介绍啊，职场的过程当中的互动啊，哎，这有可能会结识到理想的伴侣。啊，对于已婚和有伴侣的这个人来讲，那这几个月感情生活是比较和谐的，适合与伴侣共同制定未来的计划，啊，增进感情。那不好的月份呢，是在农历的7月、9月和11月，这些月份因为这个凶星、天狗星和孤辰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感情当中容易感情波动或者工作压力大，与这个伴侣发生争执，特别呢是在沟通不畅的时候，啊，容易出现裂痕，啊，建议这几个不好的月份，啊，多关注这个自己的这个伴侣，保持良好的沟通，啊，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好，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12生肖在2025年的运程，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比如说问问事业呀、财运呐、健康啊、感情、风水啊，以及你处理不了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化解的，都可以和我们交流啊，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这个查看，免费的解答你的问题。好，谢谢，我们继续。我们再说说这个健康方面吧。健康方面，属马的人呢，在健康方面需要特别的关注啊。由于五行火过旺，这一年呢，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和压力的增加，啊，可能导致身体上的不适。那吉星天德星在健康方面啊，为属马的人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啊，帮助属马人遇到健康问题时能够迅速恢复调理。但是呢，凶星、天恶星和劫煞星也影响，可能对属马的人健康带来一些
这个隐患，特别的是意外的伤害、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所以说呢，要保持规律和生活的这种作息，避免过度的疲劳、情绪的压力。此外呢，外出旅行、旅游参加冒险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避免的这个过度的疲劳和情绪的压力，这个而且呢还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疲劳驾驶，以免发生这个意外事故的发生。好，讲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会儿活动活动休息休息。好，开始。等一下，走的有点早了，进来有点早了，李老师。现在咱录的吧？录了，没事。没关系是吧？好。这个刚才讲了，这个时间有点长起来活动活动。这个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坐呀，或者坐在这个镜头前面呢，时间长了，血液不怎么流通不管是我们这个你是玩手机还是看电视这个时间长了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眼睛呢看看远方这样对自己的这个视力也会有很好的帮助。尤其是我们道家呢也讲究很多的功法，很多时候呢有打坐的功法还有一些这个动功动功，比如说像这个练这个气这个拔地气踩五方气这对我们的这个气血的运行都是非常有益的。道家讲究这个内丹功法都想练成那种金丹大道人呢有3个丹田有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上丹田呢在我们的这个眉心里边和百会穴交叉的这个地方，我们道家讲这个地方呢叫泥丸宫，也是我们上丹田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个西医科学里边呢，它是叫松果体左右2个大脑中间连接的那个地方。不要小看这个一个小腺体，这个小腺体只有米粒那么大小，但是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如果你练好的话，你就能练出这个天眼天目，你能看到另外一个维度空间的东西。昨天呢，从一个外地过来的一个这个朋友带着他的孩子过来找我问了一些事儿。这个孩子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晚上做梦的时候老是被梦魇而且他做梦他梦见的鬼来吃他的脑子，所以他现在这个孩子呢正处于这个青春发育期这个内分泌这个也是处于这种旺盛这个而且不规律的这种阶段，自己的非常的纠结烦恼也影响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所以孩子也很苦恼问我这个问题，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他说这个鬼到底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咱们这个空间的？我给他说我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端物理学正在研究的暗物质，暗物质在这个宇宙里边占了绝大部分。我们
眼睛能看到的，无非只是占这个空间的3.5%。你说96.5%的都是暗物质，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只是觉得你看不到。但是呢，我就告诉他，鬼，或者说是那种这种暗物质，或者叫负能量也好，它同样都是在我们这个空间。为什么看不到？是因为它和我们不一个维度。那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但是它是我们一个空间在不同的维度，所以你看不到它，但是它可以看到你。但在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时候也许是你在梦境里边能看到，被梦魇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你突然你的这个松果体，或者说我们的泥丸宫上丹田，突然那一会儿就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这个有时候呢是很偶尔的时候，但是有些人他天生的就是这种松果体就非常的发达，尤其是一些小孩子，尤其是3岁之前的孩子。那3岁之前的这个孩子呢，他这个这种松果体都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很多他是能够这个看到的。所以小孩子容易受到惊吓，就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比如说鬼呀、魔呀，他就会哭，他就会哭。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受惊吓了，这孩子呢，他就会出现这种精神萎靡不振、发烧，身体老是出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我们以后会详细的讲，以后呢，我还会给大家讲讲这个道家如何修炼，如何去练内丹功法，练丹道，让你增强你的身体体质。那说到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我们继续讲，有这个吉利的月份，农历的5月、9月和12月这几个吉利的月份，那属马的人健康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在这个吉星的这种照耀下、保护下，能够通过锻炼调理身体来增强体质，避免疾病的发生。那凶险的月份主要是在4月、6月和7月，这几个月容易因为工作压力大或者是生活节奏紧张而感到身体的这个疲劳，特别是在长时间的加班或者是生活不规律的情况下，健康状况可能会出现下滑。所以说，这个不好的月份，我们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乙巳蛇年属马的人五行为火相同的这个属性下，整体的运势呢表现是为积极的，因为又有吉星、天德星、福德星和这个禄勋星的这个庇护，在事业和财运上也会带来不少的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投资、工作和团队合作的这个方面，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良好的回报。但是呢，凶星、劫煞星和天恶星和指背星，它也会干扰。在这一年要保持谨慎，特别是处理财务、工作、健康问题的时候，务必要这个理性的这个应对，通过冷静的规划和稳健的策略
能够在2025年能够化解挑战，迎来更多的好运和成功。但是这个呢，还是要请我们这个道家的这个道长给您做这个拜太岁，来化解太岁这个不利的因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正在给大家解析2015年12个生肖的运程，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有问题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生肖属羊的。那在乙巳年、蛇年，生肖属羊的整体的运势将会受到五行、吉星、凶星复杂的影响。乙巳年五行属火，而属羊的人呢，五行又属土。那火生土五行相生关系，对属羊的人来说，意味着这一年会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尽管五行相生的力量呢，对他来讲呢是有一定的支持，但吉星的加持也会为事业的财运提供了助力。凶星的干扰呢，会导致一些波动，尤其是在健康情绪方面。所以说呢，这个也需要保持冷静谨慎对待这一年。我们先说说这个财运方面，财运方面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尤其是在这个火生土五行相生的这种关系下，属羊的人呢，感受到这个财富逐步积累和稳定增长。吉星天德星和福德星出现，为属羊的人呢，在财务上表现呢提供了较强的支持，特别的是合作、投资、理财方面，那将会有机会通过贵人的帮助获得额外的财富回报。所以说，在这一年里边，通过稳健的投资和商业的计划实现收入和提升。那又因为这个吉星禄勋星的加持，那就意味着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能力获得事业上、财务上的回报，特别是长期的积累的项目和合作当中，那将会看到这个成果的这种实现和财富的这种增长。但是呢，凶星、劫煞星和天恶星的出现，还会给财务带来一些不明确性、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突如其来的支出和投资中的这个风险，特别的是在高风险的投资领域里边，务必要保持谨慎，避免因为盲目乐观而导致财务的损失。它的吉利的月份有农历的2月、5月和9月。这些月份呢，吉星能量比较旺盛，财务决策上呢能够获得这个贵人的帮助，特别是在合作和长期的这个投资这个项目上，有望获得较好的回报。那这段时间呢，这个适合属羊的人进行财务的规划，尤其是在长期的投资和这个资产管理方面，可以做出稳健的这种决策。那这样呢，会对未来的财务增长奠定很厚的基础。那遇到了凶星，到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不必那么特别的害怕了。那凶星出现的月份在哪里呢？就是农历的4月、7月、11月，因为这个凶星、劫煞星，它会影响的比较明显，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支出或者是投资的这种失误，特别是在风险较高的项目里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做出错误的财务决策。那么属羊的人在这些不好的月份里边，应该采取保守的财务策略，确保资金的流动和稳定性。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12生肖2025年的运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问题，比如说事业方面的、财运方面的、健康方面的，感情、风水，
啊，这等等，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查看啊，并且免费的解答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那在事业方面，属羊的人的运势呈现出积极的发展的趋势。因为火生土，五行相生的关系，那属羊的人事业上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涉及到的创新、扩展业务和团队合作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显著的成就。因为有吉星这个禄勋星和天德星的存在，所以呢，在职场上会带来贵人运，容易在工作过程当中呢获得同事和上司的这种支持，特别呢是在面对复杂的这个项目工作任务的时候，他有望通过团队的力量能获得突破。天德吉星象征着职场中较强的贵人运，所以呢容易得到上司或者是有经验的同事指导的帮助，有助于属羊的人在工作当中能够化解难题，实现事业的进展。与此同时呢，禄勋星它象征通过努力能获得回报，所以有机会通过辛勤的这个工作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特别的涉及到这个管理技术创新这种领域的时候呢，才华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凶星里边呢，这个我们也是不可忽视的。凶星的指背煞和天厄煞，也可能在某些方面给这个事业带来挑战。指背凶星的出现，容易让属羊人在职场上感到孤立，尤其是在团队的合作当中，可能会因为沟通不畅或者意见分歧出现问题。天厄星的影响有可能会带来职场中突发状况或者变动，所以说呢，要处理这些变化时，需要保持冷静，避免因为情绪波动而影响工作。那有的朋友问了，如何处理团队同事关系到个人的这些事业运程？俗话说，这个职场如战场，特别呢是有些职场小人能够严重影响到个人的运势。那在这里呢，请道长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破解职场小人的这个妙招。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既然有人提问到了，所谓的小人，实际上也不一定这个人就是特别的坏，干什么事儿他都这个给你使绊子呀、下套子呀，也并不一定。那所谓的贵人，也并不一定这个人就是各个方面都特别的好，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品德也特别的高尚，不一定。只要他能帮到你的，都是你的贵人。但是一些小人呢，是因为他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自身的职位呀，这个薪水呀，他这个来和你作对。那只要是和你作对的，都是你生命中的小人。但是也并不一定，并不是代表这个人就特别的坏，本性他并不一定坏，但是为了一些职场的这些这个自身的利益，他会给你作对，那他就是你的职场中的小人。那如何去破解？我们道家法事里边有这个化解小人的法事，还有一些官司口舌的法事。如何化解官司口舌的法事？化解小人的法事。说到这个法事，前一段时间呢，给这个一个工厂里边发生了一件事儿。他这个事儿呢，是他的一个员工，这个工人呢，宿舍是在厂里边，他是在这个厂里边打工的，也不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而是在这个下班的时候，这个员工呢，就是和家里边
有的人他的那个同屋的人说，他这个人一直在打电话，家里边因为这个钱上面的事儿打电话一直吵吵闹闹的。后来呢，可能一时想不开，但是人家家人过来不愿意要求这个工厂包赔他120万。要赔120万，这老板，这个因为这2年的经济也不太这个景气，这个老板也不是说不愿意给，但是他要的确实这个价位价码太高了，因为这个不是在工作当中造成的工伤事故，他是他下班的时候跳楼自杀的。按理说是和工厂这个关系不大，你就是人道赔偿上面会赔一点，但是不至于这么高。哎呀，他说这个怎么办呢？你看这个能不能帮帮忙？那咱赔他可以赔啊，那少赔一点，咱也是愿意的，咱也不是那种心很狠的人。这老板亲自说的话。那我说我给你试一试吧，然后在道观里边给他做这个法事，给他做这个法事，就是化解官司口舌的法事。这家人呢，在这个厂里边已经闹了1个星期了，又是报警警察也来又是说要准备打官司要赔120万呢，而且把他这个家里边的80多岁的老人也叫过来，从农村叫过来，这个堵门所以给厂里边的其他的员工也造成这个很不好的影响。没想到我做完法事，第2天。老板给我回个电话，说了，哎呀，感谢李大师。头1天还闹得哭爹喊娘的，这个闹的这个整个厂里都不得安宁。第2天突然就改口了，这个说给20万，最后他们只要了20万。说简直不可思议。按正常来讲，有一个人这个去世，厂里面一般的赔偿60、70万是应该是没问题的，甚至可能还会更高一些，80万什么会更高一些。但是他没想到第2天突然他家里边的人就改口了，只要了20万。那他觉得确实有点不可思议。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法事特别的管用，道家的这些法事是非常的管用的，也是很灵验的。所以遇见这种，比如说官司、口舌是非，犯小人，我们都可以用这个道家的法事来化解。尤其是犯太岁的这些法事，都可以用道家的这种方式来化解。好，我们继续再讲这个属羊的人在事业方面，他吉利的月份呢有3月、6月和10月，这几个月呢吉星的能量比较强，所以说呢，这个在工作当中呢能够展现出他个人魅力，特别的是在跨部门合作或者是涉及创新项目时。会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级的赏识和认可。这段时间呢，适合这个属羊的人积极的争取晋升的机会，或者是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推动事业的发展。不好的月份我们也要记住，4月、8月和11月，
那这几个月份，因为有凶星、指背煞和天恶星的这个影响较为明显，所以说呢，在过程当中容易遇到阻力，特别呢是在处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团队合作时，因为沟通不畅或者导致工作开展这个受阻，所以呢，在这几个月份呢，应保持耐心，避免因情绪化的行为而影响工作的表现。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正在给大家解析12生肖在2025年的运程帮助您这个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请加入我们这个交流群。好，我们继续再来讲感情方面。感情方面呢，这个感情运势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尽管五行是火生土的这种相生的关系，但是呢，在感情生活中带来较多的正面的能量。凶星的干扰也会导致一些波动。吉星、红鸾星和天喜星在这个感情方面呢，它会带来积极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单身的属羊的人，在2025年会有比较多的通过社交活动和朋友介绍相识，能够得到理想的这种对象。那么已婚和有伴侣的这个人，在这一年的感情生活当中呢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共同的规划未来的时候他的伴侣的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深不过这个凶星孤辰煞和这个天狗星影响也会给感情生活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一年容易生活因为琐碎的事和工作压力导致感情的波动、情绪的波动，影响到和伴侣的关系，尤其是在沟通不畅的情况下，控制不住自己的这种情绪可能会因为这种感情上面的事情受到一些一定的影响那吉利的月份呢，有2月、4月、8月这几个月，因为这个吉星的红鸾星和天喜星比较明显单身的这个属羊的人，在这个月份呢，容易遇到理想的对象，特别是在社交场合当中能够通过这个朋友介绍相识一些心仪的这个伴侣。对于已婚和有伴侣的这个人来讲，这几个月的生活是比较和谐的，适合共同的这个规划未来以及增进感情。那不好的月份有7月、9月、11月，因为有这个天狗星和孤辰煞的影响容易在感情中这个感到孤独和感情上的这种隔阂，特别是生活节奏快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会忽略伴侣的感受，导致感情出现冷淡紧张的局面所以说呢，在这个凶险的月份，这几个月要多多的关注你伴侣的这种情感的需求，保持良好的沟通，避免感情问题这种上面问题的这种加剧吧。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我们再讲讲这个健康方面。健康方面呢，这个运势会受到五行火生土的影响，整体上呢表现为中等偏上。尽管呢五行相生会对属羊的人的健康带来较为稳定的保护，但是有凶星的影响它仍然这个影响是存在的尤其是呢是天恶星和这个劫煞星会对这个健康带来一些隐患，特别在情绪管理和压力控制方面，给属羊的人要保持警惕，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那吉星天德星它在健康方面会有对你一定的保护。那么身体不适的时候呢，及时的恢复，特别呢是在面对轻微的健康问题方面，吉星的力量能够帮助这个迅速调整你的身体的状态。不过凶星天恶星和这个劫煞星影响可能会导致属羊的人容易受到意外的伤害和慢性疾病的困扰，特别呢是在身体疲劳或者是精神压力较大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所以说呢，
在这一年，你应该这个保持这个规律的作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的劳累和情绪的波动。同时呢，外出旅游和参加户外的这种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这个交通安全，一定不要这个就是疲劳驾驶，防止意外事故发生。那健康方面呢，吉利的月份5月、9月和12月，这几个月份呢，对于属羊的人健康来说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吉星的保护下，能够通过锻炼和健康饮食来增强体质，避免疾病的发生。那不好的月份有4月、6月、7月，那这几个月容易因为工作的压力、生活节奏的这个紧张而感到身体的疲劳，特别是在长时间加班、生活不规律的情况下，健康状况呢可能会出现下滑。建议这个在这些不好的月份，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少喝酒、少抽烟，这个注意心脑血管疾病，避免过度的疲劳、劳累、情绪的这种波动。对于属羊的人，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乙巳年2025年因为这个五行火生土的这种相生的关系，整体的运势呈现出积极的发展的这种趋势。那吉星、天德星、福星和这个禄勋为属羊的人的事业、财运带来不少的机遇，特别是在投资、合作和团队合作方面，那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和实现财务和事业的这种比较大的突破。但是呢，这个凶星的劫煞星和天恶星还有指背煞，它都会干扰这个在这一年对这个健康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处理财务工作健康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的对待通过冷静的规划和稳健的这种策略能够在25年化解挑战，迎来更多的财务的成功。那怎么去化解？最好还是请我们的这个道家的道长师傅给您做这个拜太岁的法事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那我们拜拜太岁，化解太岁，这一年就会身体健康、感情、婚姻、财运，一切都会顺利的。好，最后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我是三亮道人如果您觉得今天我讲的这些信息对您有帮助，请订阅本频道并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免费为大家解答。我们下次再见，福生无量天尊。